杨琛同学，认识一下我们新同学的特点哈。坐在窗户旁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想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？在爬山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离你很远的一座山上住着神？在你穿着大棉衣还冷得发抖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就在旁边的国家会冷到-30多度？我也不清楚，其实我也不太明白，但我知道这个世界是美好的。我们又一个没有灵感的同学，给他时间等待。金秋是一个内在非常有力量的，只是他现在还没有勇气把它用语言表达。没有写过，但是呢，要让我写的话，我还是很乐意的。虽然有时候可能写不出来，可是觉得如果真的写出来，就感觉很开心。这是我们第一个3年级的项目，在2005年的时候修的一个面包炉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们学习测量、计算，还有绘画。而且我记得他们还打报告给我们财务办公室，说他们计算出来1批砖，他们要用多少批砖，他们要多少水泥，大约要多少钱，请我们财务办公室，请我们审批，同意他们用这个钱，有个预算。在华德福，教室不是学习的唯一场所，孩子们经常走到户外，在老师的带领下，盖房子、搭鸡窝、种水稻、收麦子。而真实生活中的供和需、买和卖，甚至股票、银行利率等，也常被他们放进游戏中来体验。天长日久，孩子们会发现，世界是一个整体，而不是被人为割裂开的一门门学科。学科之间也会你老师你在讲植物哈我英语我也可以配合一些啊，对不对？我的游戏我也可以配合一些啊，对不对？我游戏课，我体育课，对不对？我实际上就是说，它围绕一个主题，大家的集中火力。我们不管，我们这个我们没记好。实施向下，这是李老师命令走6梯。梁真发现，和原来的学校相比，华德福的数学课进度要慢一些。不过，这样的学习方法让他感觉很新鲜。从他那一点，不管是哪一个方向，正方向、负方向，到这一点的原点的这个距离，我们都规定它为正的，并且呢，在数学上我们叫它绝对的绝对值。这也是数学课的一部分。在韵律中感受数学之美。听雪说，他的头不再那么累了。这样孩子打节拍了，我就让他们自己设计节奏，这样保证每一个小节都是4/4拍。那你们可以看到有2/8拍，有1/4拍，有2/4拍，还有1/2拍。那孩子实际上在心里就是在做分数加减。对传统学校的孩子来说，升入1年级意味着进入一个整齐划一、规则明晰的集体，意味着团结紧张、正襟危坐。而在华德福，迎接1年级新生的是一段铺满玫瑰花瓣的旅程，心灵的觉醒从此开始。我们下面呢，就请我们的家长们带着我们的孩子过这个玫瑰花的门，把他们手交给我们的显华老师。玫瑰典礼是学校里面的一个非常有意味的形式，是由家长爸爸或者妈妈牵着孩子的手穿过这个拱门，然后把孩子亲手交到老师的手里，交到主班老师的手里。那么这里面我所体会到的就是家长对于教师的一种交托，而这个交托中呢又饱含着信任。也就是说，就像张晓峰的散文里面所写的，说我今天交给你们一个孩子我把孩子交给你们，而这样一种转交就是给教师一种沉甸甸的责任。